去年节目有看吗？我们有，因为有向佐啊，所以一定会看。对啊，对啊。你骂他太小了，骂多一点是吧？我留给你在家里骂嘛。后来原来我们都骂错了。他现在是一个叫什么派，叫抽象派演技。接下来要上场的议员是向佐。哇！加油！加油！来参加这个节目，其实我没有什么预想，我希望的是有真实的声音给到我，去有一个进步的空间。向佐，哎呀，哎，你熟啊？我不熟啊。不，你不是拍过一部？他跟我不熟。哦，他跟你不熟。来了。大家好，也很多前辈在这里，好久不见，你们好我叫向佐，大家可能印象中我还是一个会打两下的一个2代，我身上有很多的光环，我是谁谁谁老公，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或者我是谁谁谁的徒弟，但我希望大家认识的是演员向佐。好，曾经参与过这些电影，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因为里面可能只有几秒钟，这个是1分钟，这个是我主演。曾经有人跟我说过，真不好意思，如果拍不好，你跟你爸妈不好交代。好，那我走，不好意思。要不就是说，哦，这部戏可能没有打，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左。从我18岁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空间去演戏。真的，包括中国香港全部的导演跟制片人，真的。所以，我根本觉得自己是真的像一个废人一样。我根本不知道明天能干嘛，我没有跟所有演员在市场比拼的一个技能。所以我会选择去练功夫，然后我父亲也是个练武之人，他是个武痴，他也非常懂武功，所以我希望从他身上学到一身好武功，所以就闭关了7年，中间的过程大概就是从体能功夫到表演，不等12到10小时，坚持了7年。哎，那个时候7年是几岁到几岁啊？7年我是26岁到31岁2岁，就7年就是过同样的生活，一样生活，手机都不看。哎呦，这个继续。然后7年后，其实我拍了2部电影，也失败，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放弃过。今年我40岁，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的话，重新让大家去认识演员向佐会表演，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去表演演文戏给大家看。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武打啊什么什么，是你想走的路吗？绝对是我想走的路。就是武打明星就是你想要的一个。是，我想。那有什么好遗憾呢？我没有遗憾，完全没有遗憾。所以，只是因为我亲眼看到，比如李连杰先生、甄子丹先生、成龙大哥，他们都成功之后，为了想演戏，故意去拍一部文艺片，告诉大家动作演员会演戏。我真的非常希望，动作演员是不是应该有机会，公平的在市场上给所有导演跟制片人去选文戏的机会。但是你刚才不是已经说，武打明星是你的目标嘛？所以你每一天的动态，每一个举动都是一个武打明星的一个范儿，人家怎么会想象你有另外一个面给他们用呢？我是想，但是从来没有机会。这个是你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演员可能你要主动的呈现一些特质，让导演看到。其实因为演戏，我不带1分钱流浪了半年，这哪个国家我都不讲，就是我这在街头或者在一些
庙里面睡觉。我想体验生活。对，那些就是脱离生活的体验生活。这样说吧，我们电影就要给普通观众看的，还感动他们的，我们就要用他身边的人来感动他，有共鸣。我完全理解我的打扮长相可能跟很多人就会产生很大的距离，所以我其实想跟所有人拉近一点距离，哪怕不拉近距离，哪怕我多点戏拍，也挺好的。所以你要试试改变你的形象，在旺角啊，在某一个地方没人认得出是你，能困进去买东西。好，你想给大家展现一些我们看不到你的那一面，你今天会自己有准备吗？还是？其实今天我带了一段片段，它整个剧叫《莫扎特之死》，我想演一段萨利亚里的独白。其实萨利亚里跟莫扎特的关系就是诸葛亮跟周瑜的关系，我这次演的是周瑜。好啊，来。我第一次感到你嘅空虛。今日喺某個旅館入邊企咗個淨係識喺度傻笑嘅靚仔。不是你剛才演什麼？莎莉亞里。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段子，我跟你讲两句好不好？哎，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既然不找我做代言人，我就要背叛你。就比如说，你向着你爸爸说，我说为什么给了其他人？我说以后不跟你生，就是这个感觉。来吧，来一次吧。好，现在可以麻烦给他安排一张椅子，你就幻想自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啊，我要好好看。第一次感到空虛。今日喺本時，我間戲館入，我先開始首先會唔會都唔睇？你可以將佢寫喺紙上，如果我聽得這句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that race. I'm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th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我淨係想喺創作音樂嘅時候，佢被我明星。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y.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of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查理在这个片段的可怜、愤怒、无奈，那个愤怒来自什么？他的可怜来自什么？
我觉得层次上你还是没有分明，没有在这个控诉里头或者是背叛的过程里头，表现出了你那种自怜。像对白里头说的，我要求只是那么低，对我只要求我在创作的时候怎么讲，为什么不给我？去你的！那我现在也不相信你了。那这就是节奏，对吗？我可以跟你聊2句吗，向总？可以。你站在我这儿，我就几乎跟他同频了，我感觉啊，就好有压力，我一直在深呼吸这样。我是想说你平时你活泼吗？我只是个不怎么活泼的人。我替向总说一句话好不好？因为他的家教特别的严，我是第3次看到他，今天是第3次。第1次看到他是小胖墩儿小孩儿，然后后来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24、25岁，在他家里，他家教相当严。我记得晚上是在不到10点钟，他说想出去看个朋友什么，他妈妈劈头盖脸给他骂。哎呦，不行啊，向嗷太太嗷的给他一阵骂，然后他一句嘴都没有还，他默默就上楼了。他家教好严，就是可能你很难去摆脱，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世。我并不想讲任何东西，我并不想影响任何。我想说的是，刚刚我看到你有坚定，我喜欢那个坚定。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有坚定，有信念，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很明白你就是想脱离那个，但是呢，我刚刚看到一样东西，我觉得很好的是什么？你一直在承认，我爸爸是谁谁谁，是什么？你现在已经我不想躲。有些人说能上节目不提我爸爸吗？就是说一直在躲，你知道吗？我跟他很难做朋友，真的。但是他非常的爱我，我非常自豪，我爸爸叫向华强。所以我觉得你已经开始适应了，你现在来是证明你自己。我学了什么？我还是一个演员，我是会演戏的。这是你一直努力在做这个吗？是的，也希望不要辜负他们，因为我很爱他们。没关系，还有几个月，我们慢慢研究，慢慢研究。各位导师们讨论的这么激烈，关键的是红卡给不给？拿红卡要当队长的，我觉得你放松点吧，真的真的不要去当队长，放松的演。谢谢大家，我们到现场见吧。好 ，OK， 好，下个星期见。谢谢。对，压力大不大？其实是别人才看得到，因为我其实压力其实比以前已经少了很多，但是确实，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无论从舞蹈方面，无论从表演方面。香派呀！周星驰是无厘头嘛，他抽象派。抽象不是另外一类。以前我们叫他的那个演技就是框框的啊，他演不好，他不是框框里边的人，他跳出来放飞啊，现在飞放飞就出来了，找到自己了，找到自己不对了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安心了。哎，果然亲爹。现在你来教其他演员了。我可以，你们都是这么好多的那个老师，你们讲我们讲。但是这次可能我们觉得吴镇如老师去年还骂得不够，所以必须要请李老师来。哇！我这次来是因为看了你们几期，由于你们拙劣的表现，所以我这次要来表现。先对着导师先开喷吗？你是说我们太温和了是吧？对，是好的自然说好，是坏的自然叫批评，是坏的自然叫批评。所以我们都为今年的学员担心了。我已经疯了，天哪！我已经开始抠手了，看到李成儒老师。个个都是前辈，个个都是重量级的。希望我收到这些压力可以产生为动力吧。我们所有评审就有8张红卡，这学员的表现怎么样？如果觉得好的，我们把红卡发给他，但是只有8张。好。《无父成长记》
升级新玩法。简纯为了激励大家无限超越，特别打造简纯无负担小站小程序，选谁去演出，选择权在你们手上。进入小程序，选出本场最无负担的简纯男生、简纯女生。OK， 那我们请学员进来。好呀。好，有请第一位红娘。红娘。不会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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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个好彩头。各位导师好，我是演员洪瑶，这些是我的基本资料。我跳过14年的街舞，我跳的是 breaking， 就是技巧类的那种。哇！然后到了14年我就受伤了。哦。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坚持我的事业，我觉得是事业，因为我当时梦想还挺大的，从小。14年受伤之后。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影视行业，拍过了很多的影视剧，大部分都是电视剧。其实 PPT 做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洪瑶是谁？这个问题其实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对于网络上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是我太太5几年的老公，这个印象可能会比较深刻。是，这是事实。很多人说你要撕掉这个标签，你要做自己。我说我本来就是我自己啊，我是她老公也是我自己，我干嘛要撕掉？因为我的太太很优秀而受到关注，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没有不理解。我不单单是她老公，我在这里我就想证明，我还是一名演员，我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来了。我是演员洪瑶，谢谢。说得好。洪瑶，你才33岁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老演员了，就给我的印象。然后后来你就不见了，除了听你老板或者其他朋友有提到你，就没有再看到你的戏了。是很少拍吗？还是这2年可能每一年只有1部作品。看看我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巨婿。巨。赘婿，赘婿，对。在网上看到你官宣结婚之后，对，就遭到很多网暴，会不会因为那些负评而影响到你接到一些好的角色？我会觉得可能多多少少会对一些制片部门有一些影响，有一些因素吧。因为我太太很优秀啊，她有很多的粉丝和关注度，那么我是在他们眼里肯定就会配啊，你凭什么呀？但我会觉得我先做好自己，剩下的交给他们，这是我的现在的心态，所以我没有太拒绝这个东西。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跟这些完全无关的。你演戏演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你的演技有进步吗？进步在哪？就从我刚入行开始吧。我从舞蹈生来到这个职业之后，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表演，我就自己去报名，自己看书，然后也去北京专门找老师去学。然后我会觉得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拿准什么是好的表演，就像跳街舞一样。我告诉你吧，好的表演就是真诚。从你上来到现在一直不真诚。他哪里不真诚了？他在向我们表演，表现。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洪瑶上去很真诚。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紧张吧。永丽一点不紧张。我现在说出这句话了，你可能刚有点紧张。你完全都是在
一种表现状、表演状。我在试图让自己松下来。对，对，你在试图，所以你缺少了真诚。也就是你演戏，今后要往真诚那儿去钻，其他的杂念都不要。好的。洪瑶，我其实是很认同李老师说的。我觉得你比如说刚提到你太太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你在试图消减它给你造成的一些影响。就是我其实没有觉得你全然接受了这个问题，但是你在说服自己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一个过程中。我是一个经纪公司的老板啊，我去看一个演员的工作，它其实分很多部分的。那其实他生活中现实的人物关系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所有的舆情其实是大众情绪的一个对撞啊，因为当时你们官宣的那个时机正好是那个电视剧在热播的时候，这所谓的这个电视剧就会有很多所谓的 CP 粉，所以他们可能正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然后现实世界给了他一个想象世界的冲击，所以他没有办法发泄这些情绪，这个情绪就落到你身上。对，就是你破坏了所谓的大众想象，很多所谓的人设塌房，还有一些新闻事件本质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你的心态是，他如果是你的优势，你就用它，你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你的家人。只要你真的觉得你大大方方的用它，你就会获得李老师刚才说的那个真诚感。不好意思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李老师说的他想要到的他的一个状态，但我真的没有觉得你不真诚。你能够跳14年的街舞，就是你是有热爱，你转到这个行业演了10几年，然后各种各样的角色你也演过，你的闪光点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但我相信太太选择你作为她的丈夫，作为孩子的父亲，她能够感受到，所以我认为你是 OK 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只不过是要面对一些事情，这个需要过程。我能够感受到你是有魅力的。对呀。谢谢老师。我打断你一下，你谁是老公啊？吴谨言老公，对，吴谨言是红啊，非常红，非常红，是吧？你还没有他红，没有。我跟你讲，我向太很红，我现在也不红，我也没所谓，我现在就跟着他到处跑，是吧？好可爱。这个是心理的官方理由解脱，要不然人家说你是谁谁谁的老公，你就慢慢变成一个开始有点心里不舒服，你要打破这个，不要管他，努力去做，你一些条件真正不错的，其他的你不要介意。谢谢。好。我们现在宣布一个你的演技小考的题目啊。好的。啊，你就3种情绪下的求婚。第一种是小心翼翼又带有期待的感觉。第二种，虽然受到外界的反对，你还是坚定不移的希望永远跟大家在一起。第三种就是浪漫深情，在婚礼上落实你对他的誓言。永远爱他。OK， 来，好难啊！哎，有点害怕了。好，请表演。哎，刚才那个车过去，你怎么不招手啊？我也想跟你多待一会儿。你有想过，你结婚之后是什么样子吗？没想过。别这样看着我。如果我现在向你求婚，你会同意吗？我没逗你。嫁给我吧。好啊，第二种。你说今天到这儿，我要干什么？我们经历到现在，
你别哭啊，老婆，嫁给我吧。好，那还有第3种。你好美啊！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洪太太，嫁给我。好。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表演状态还是自然舒适的啊，但是没区别。不是因为它有3种状态都那么舒适，我没看出来。但没区别，对3组是没有区别的。舒适没用。对，关键不生动。就是我说实话哈，我3种我真的没有看出什么区别，然后我也没有很感动，我甚至想着我就是对着你的那个人，我一直打动不了自己，然后反倒我能够理解李老师说的那个不够真诚。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表演里面，其实你都是在想象中对方什么样，你想说什么，就是你是主动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但是其实你什么也没做，你一句感动的话也没说，你跪下来的那一刹那，其实都不让我足以动心，就这个其实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就11年的表演生涯，没有真正的舞蹈，真正的表演。我希望超越班。这次机会，你能感悟到。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嘴部动作好多，你是为什么呢？